青瑶医官13仙子，你找我有事吗？神尊回来了，要您去大殿议事。神尊回来了。现在就去。哦，好，走吧。医官，快点吧，神尊还等着呢。这么着急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？没什么大事。哦，这事儿说大也大，说小也不小。神尊何时回来的？我怎么没听说呀？他回来有一阵子了，但是回来以后就闭关了，所以青瑶医官不知道也不足为奇。咱们快走吧。我与神尊有约，他一回来便会去我那儿取药，不知神尊为何没来？这个我不知道啊。13仙子若是再不说实话，我就只好先告辞了。瑶儿，瑶儿，方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你带我回来的。我原来你就是那位度了5万年情劫的桑南星君。哪一个人让你负伤了一生，等一句我们，为了拥抱花店长夜孤枕不过分。眼光星辰那条流泪的银河，将真心公认，爱杀的恨只输给深爱的人。怎么还没来？怎么那么紧张呢？怎么回事？在你过来之前吧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该怎么跟你说，才能让你明白我的心意？我该怎么去讲，才能显得没那么轻浮？但是，当你真来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之前所想的那些言辞，都太过声色苍白了。你我结缘于5万年前的那场大水，虽说那不是一场善缘，但是，它终究是将你我引到了一处去。看你同是亲人，我感同身受。你凡间伤情，我心如刀绞。多少次了，我都想把你拥入我的怀中。我想告诉你，没关系，你还有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爱上你，但是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一点：我的眼里，除了你，再也容不下别人了。青瑶，13。怎么是你啊？山神，高手啊，很是感动。青瑶呢？他本来是要来的，但是路上遇到了一位故人，所以故人？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对呀，人呢？我问你话呢，人呢？啊，人没了，没了。是不是去药王洞了？
上神啊！我在凡间等了你5万年，若不是你还没有忘记我，怕是我就要永远沉沦于凡世，再不得入天宫与你相见了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好吗？未曾想一场大水，竟让你我一别，就是5万年。那日，既然你已经找到了我，又为何要离开呢？那日我只当你是个普通的凡人，知道这些事对一个凡人来说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是。如果再回到那个时候，当时的我，也一样是不愿知道的。一枚凡世间寻常的数字，你保留了5万年。瑶儿，谢谢你助我渡劫，能再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这不是云峰上神吗？站在这儿发什么愣呢？吃了闭门羹啊？本座就是在这转转。哎呦，在外头转能顶什么事儿啊？不进去吗？我刚才若是没有看错的话，进去的是桑南星君吧？哎呀，这天宫都传遍了，真是感人呐！当年青瑶跟桑南星君分别下凡渡劫，竟然就遇上了。只可惜上神的一场大水冲散了这对有情人。这青瑶啊，郁郁而终，成功渡劫；这桑南星君呢，却心生执念，用分身续命留在凡间啊，继续找青瑶。这一找呢，就是5万年。你说他们在里头会说些什么呢？本座怎么知道？长夜漫漫，孤男寡女，又是久别重逢的旧情人，这猜也猜得到啊！哼，哼什么哼？话说回来，若不是你的话，人家早就成功渡劫，重回仙班了。哎，人家现在也是上神了，不知道上神你作何感想啊？哎，这就走了，不再等等啊？你费尽心思想要弥补当年的过失，却导致了桑南星君这5万年来过的是顺风顺水，毫无劫难可渡。若不是司命宫的人上了心思，只怕桑南星君能不能重回天宫都难说喽。人家若是知道了这其中的原委，还知道你惦记上了人家的旧爱，这新仇加旧恨，真是不敢想啊！司命宫，小仙近日忽感心神难安，掐指一算，竟算出小仙近日会有祸事将至。若果真如此，云峰上神定然不会置之不理罢。司命，你算得可真准。躲我！
司命，司命，司命，给我滚出来！司命，滚出来！跑得还挺快，看你能跑哪儿去！司命13，你确定你不是来找神尊，而是来找我的？对呀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可是这以前都是我去司命殿找你，你来找我干嘛？你每次去司命殿找我，难道都有事儿吗？那你还不是常去吗？是不是？可我每次去，就是想看看你啊。对嘛，我也是专程来看你的。来，抬脚，来。可你这，看我归看我，你干嘛要把所有活都干完？我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用干，你就坐在那儿，保存体力。你就把我看好就行。你有什么好看的？懒得理你，我先去打水了。哎，这么重的体力活怎么能你来干呢？交给我啊，桶在哪儿？可是，我不一直都是干体力活的吗？你现在知道心疼了？何止是心疼啊！我现在跟你分开片刻，我都没有安全感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好肉麻。13，你看，咱们那个大门是不是关上的好？这大白天的，你关门干嘛？我说你怎么老看门口？你是怕旁人看见吧？啊，对对对。这关上自然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得保证，你不许乱来。啊？我们都还没成亲呢，我们都还没有在3申时前行礼呢，我们都还没有。于峰，于峰上神。上神。我说怎么到处找不着你这个混账东西？原来你躲这儿了，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躲？哎，上神，这里可是福云殿，你疯了？福云殿，就算是天宫正殿，今天也没人能护得了他。于峰上神，小仙也是有苦衷的。等本座收拾完你，你再解释也不迟。上神，你亲口承认过，我们是兄弟。正所谓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。敢问孰轻孰重啊？废话，当然是衣服重要了。如果没有手足的话，尚且还能出门；如果不穿衣服的话，如何能出门见人呢？司命，拿命来吧你！上神饶命！不管他做错什么，你都不许欺负他，不然我跟你急。你还能挡得了我？快跑！上神，我可是很厉害的上神啊！站住！司命，上神，司命快跑！快跑！站住！这家药铺应该有老爷要买的药，走去看看。好。哎，林大小姐，林大小姐，就是那位与少爷订婚却离家出走的大小姐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蔬菜，新鲜的蔬菜来！哎呀，管家。哎，蔬菜。这人怎么不见了？管家，您没事吧？啊，先去抓药吧。哎，您慢点。啊，谢谢大夫。大夫，您帮忙看看，跌打损伤，赵二，跌打损伤。好嘞。来，哎，慢点啊，上些药就好了。哎，师傅，哎，阿莫姑娘是不是走了？走了。她这包落下了。哟，现在恐怕人都到码头了。两位说的阿莫可是位聋哑姑娘。啊，过去是。
现在治好了。好了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啊，那您知道他住哪儿吗？老伯，您好。姑娘好。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我等人。等谁啊？等里的那位公子。宋公子吗？那您怎么不进去啊？他没让我进去啊。我过会儿再来啊。好。宋公子，回来了。刚刚门口有一位老人家说是找你。哦。不过他现在已经走了。应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吧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家吗？管家伯伯，你怎么来了？林姑娘，果然是你，你能说话了，也能听见了。你是来找宋公子的，你快进来吧。果然，他们没有说错，你果真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。管家伯伯，你什么意思？林姑娘，我本以为你是乖巧懂事的孩子，没想到你却如此的荒唐。你是个已有婚约的人，你却擅自离家，害得你祖母生病，又躲在这里与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人厮混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不认识他？当然不认识。林姑娘，我家老爷夫人如此疼爱你，不嫌你是聋哑也愿意娶你进门，你这么做不觉得惭愧吗？你若还有一丝羞愧之心，就应该立即随我回去，亲自向老爷夫人解释。好，林姑娘，此事我一定会向你父亲说的。我倒要看看林大人怎么向我家老爷交代。我们走。默默，默默，你是谁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宋公子，你为何要冒充宋公子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？从你第一次见我开始，就骗我了？我身上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处心积虑的？我没有想要伤害你，我只是想保护你。保护我？骗我？就是保护我吗？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你好。你骗我，欺负我，如今被人戳穿，还这样理直气壮的。你说我骗你，我认；但你说我欺负你，你扪心自问，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什么时候做过伤害你的事情？你现在不做，不代表你以后不会。一旦一旦怎么了？你又傻又笨，弱不禁风。我想将来的日子都陪在你身边。我只是想保护你。我们非亲非故的，你为何要保护我？
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？对，喜欢，在意，惦念，甚至可以说是爱。我没想到自己有一日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我本不应该出现在你身边，但我担心你，我担心没人照料你，你会挨饿受冻；但我又担心有人照料你，你会忘记我。你明白吗？那你说你喜欢我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很久之前。第一次见面吗？更久之前。我们之前认识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没关系，你不记得，我记得就好。那你到底是谁啊？你若是现在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，不骗我，我就可以考虑原谅你。我叫九成。九成，姓九。这个姓氏还挺少见的。那你家在何处？父母何在？你可有兄弟姐妹？你是读书人，做买卖的，还是种田的？哦，对了，你会仙法？你不会是个修士吧？你怎么不回答我？花开无言为君梦，白云成苍狗。一时埋愁，一时解忧，一时盼自由酒。让回忆细水长流，随我入春秋。梦里厮守，梦外无忧，绝望时回首，你人在身后。说吧，你家在何处？以何谋生？家里都有谁？父母亲人都是做什么的？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？为何会到魏县？又为何会找到这里？怎么又问起这个？什么叫又问起？你刚刚都没有回答我。别以为你使一些小伎俩就可以敷衍了事。身份来历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。我都不了解你，怎么跟你在一起？万一你是江洋大盗，或是江湖骗子呢？我是九重天上的上山。不许说笑，认真一点。你是哪里人？北方人？草原人？岭南人？为何女子如此麻烦？同样问题要问许多次。你懂什么？哦，战神在上，小仙有礼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起来！
哦，谢战神。是司命告诉你本尊在这儿的。是，战神放心，小仙懂得分寸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哎呦，请战神原谅啊，千万不要怪罪司命，实在是小仙不知道哪里又做错了，怎么得罪了战神。当日战神除魔路过主无山，一剑劈山，那是小仙不懂事，耽误了战神除魔。可是事后我也受到了天君的惩罚，由堂堂的守山山神整了现在的下界土地。小仙这，你帮本尊去准备一个身份。身份？小仙还是不太理解神尊的意思。你不是本地的土地吗？啊，对凡人的事应该很了解。你去准备一下，就是要证明本尊家住何处，以何为生，家中还有什么人之类的。啊，好，请问神尊，你这个身份有没有什么要求啊？他从哪儿来？有无婚配？有无田产的？这铺子田产都很重要，你有没有问呢？要有财产，有良田铺子，要有功名，家境要殷实些，看起来是个婚配的好对象。总之，别人有的，本尊都要有。啊？好，这个容易。那小仙这就准备去了。告辞。早。早。我昨晚怎么就睡着了？我都不记得了。昨晚我们聊着天，你趴在桌上就睡着了。是吗？嗯。昨日你问我的那些。昨日，哦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家在何处，以何谋生，父母。这是。我是太平府人，家中父母已经不在了，还有一个弟弟，已经成年。早些年曾在军中效力，战事太平之后。就辞官回家照顾幼弟。我家世世代代都行商，做茶叶生意的，颇有资产，家境殷实，有良田店铺，大宅仆役。上一次外出找朋友，在山坡下遇到了你，便对你一见倾心。所以才一路追随你至此。我尚未婚配，是个值得婚配的好对象。你这次没有骗我？我是坏人吗？好吧，反正。我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图的，倒是你家境殷实，有仆役，有宅子，怎么感觉是我占了你的便宜似的？这是什么？你让我看看。你看错了。我都没说我看到什么，你就说我看错了。你给我。我拿错了，这个不是我的。
那是谁的？我舅舅的，我拿去还给他。你刚刚没有说你有你站住！瑶儿，我先走了，不用送。说的跟真有人送他似的。云峰上神，司命星君。桑南星君，回来的匆忙，还没来得及登门感谢司命星君助本座渡劫。要不是你，本座不知还要在凡间滞留多久。不，星君成功渡劫，飞升上神，全赖你福泽深厚，天资加持。再说，这事儿是天君吩咐的，小仙就是奉命行事，可不敢领这功啊，不敢。星君勿要自谦，要知道，你去找瑶儿助本座渡劫，便知是上了心的。5万年前，本座流年不利，遇奸人所害，可谓是耽搁了万载岁月。但总算是因祸得福，飞升上神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多谢你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流年不利，奸人所害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对呀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笑什么呀？你不是有药师要找药王吗？你在等人家回来跟你聊天吗？哼！真是神仙打架，小鬼遭殃啊！6年不利，6年不利呀！我一进来你就没个小模样，刚刚还跟别人相谈甚欢，还把人家送到门口了。我来了这么多次都没见过你送我。还瑶儿，叫的真够亲热的，长得像个好人似的，实际上呢，道貌岸然。那肚子里想的什么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说起来，当年在蟠桃宴会上，我远远的见过他几眼，以本座的聪慧，再次遇见竟然没有认出来，足以见得此人的长相是多么的稀松平常，普通的紧啊！你知不知道，长生大帝的八公主和他定过亲，后来婚期将至，他竟然公然退亲。长生大帝一生气打上门来，要不是他的母亲瑶姬夫人仙姿老辈分高的话，他早就被长生大帝给打死了。这八公主啊，虽然长得是远不及你，但是也算是闭月羞花，温良娴静。他就这么公然退亲，哎，没有理由啊！会不会是有什么隐疾呢？一个木头成的精啊，虽然是桑榆神木，但是这脑袋里肯定也全都是木头啊！你跟他在凡间相处了这么久，你没被闷死？把书还我！不还，别人在你这儿一待就是半日，我刚来片刻，看本书都不行吗？行，那你待着，我走。你去哪儿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哎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哎呦！我要回桃林，你去不去啊？啊！我去！大夫，我祖母得的是什么病啊？不碍事，我开一副药，一吃就好了。
你不顾自己婚约在身，擅自离家，害得你祖母病重，你却躲在此处与人厮混。事到今日，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。回去记得让祖母按时吃药啊！谢谢姐姐，多谢，慢走啊！多谢。阿莫，你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啊？阿莫，想家了吧？我祖母病重，我想回去看看。哎呀，祖母病重，应该赶快回去探望啊！是啊，赶快动身吧。这山高路远，路上要小心啊。无妨，有宋公子一路相伴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他会愿意跟我一起前去吗？对不起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没有。有，我就是告诉你，我想回家一趟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去？愿意。大小姐回来了，老爷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大小姐，快进去。大小姐怎么亲姐了这么多？夫人，夫人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大小姐，你稍等，我去告诉夫人。阿莫，你回来了。娘，阿莫回来了。起来，快起来，好孩子。你会说话了。宋家的管家送信来说，你的耳疾好了，会说话了。我起初不相信，没想到都是真的。回来就好了啊。娘，我听说祖母病重，特意赶回来看看。她好些了吗？你走了没几天，祖母就病了。这几天啊，她好多了。这位是？
他是还知道回来，是不是感觉外面的日子不好过了呀？祖母病重，我回来看看。阿莫，走吧，去见见你祖母。祖母见到你啊，一定甚是欢喜。公子，稍等片刻，老爷就快回来了。嗯。